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让你来尝尝另外一种中西合璧的素食料理，想必您看了之后会非常惊奇哦。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顿素食大餐，可以说是口味国际化，吃法是中菜西施，有一道汤、3样的前菜跟1道主菜，这样的排场看起来是有够帅哦。阿弥陀佛，说回来的嘎波汤货啊，这个在记得小时候啊。这个听大人说今天要到菜等人给夹菜，那时候呢我才想到说吃素是吃出一种人生的品味来。那么在平常呢在忙碌之余，能够呢借由呢一种回归的方式，让自己的肠胃呢稍微呢得到一种舒缓，其实也是一种健康的观点。在近几年来呢，我们在全世界各地，我们都看到了很多人喜欢吃素。那么在素食的观点当中，已经走向了一种健康素食。那么它已经不单单只是放牛吃草似的去吃一些生菜沙拉，而是让你能够吃出在素食领域当中的一个健康概念。今天呢，我们要跟所有的朋友来介绍，在我们国内呢相当专业的一家素食料理。那么提供给您的就是把素食借由中国菜的这种方式，而呈现出西方的这种品味来。然后让您能够把素食的这个精髓吃出来，这实在是了不起。在过去呢，总是会有很多的寺庙，还有官庵能够提供善男信女呢去品尝这些素食。现在呢，你也可以自己在一个健康的观点上面去好好欣赏这些素食的这个厨艺。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所有的朋友来尝一尝，在西餐当中啊，这首先呢，吃的东西呢，跟我们在一般中餐的形式呢，有一点点的颠倒。首先呢，我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第一道呢，这个在西式的素食当中呢，这东西方呢在饮食文化当中呢差异也是蛮大的，多半呢都跟我们呢相互颠倒。像我们写名字了，姓呢都写在前面，这个阿多啊他们写在后面。那么他们吃东西也是一样，汤呢总是先在前。都先喝在头先，那我们汤呢多半都是刷几下脆背哦，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呢当然呢也入境随俗，既然呢吃的是这个西式的这个餐点，我们呢总是要尝尝看这第一道呢这个汤品呢究竟它的感觉究竟是如何。这道汤是用中式羹的做法，叫做翠绿松子羹，有菠菜、素火腿、冬菇、松子。首先呢，菠菜要把它切碎，素火腿跟冬菇把它切成小块，然后素菜本身呢没有鲜味，所以呢能够达到鲜美提味的香菇是少不了的。而且呢，材料要尽量切成小块，可以在烧煮的时候呢很快的吸收调味料。起锅先把水烧热，然后再把菠菜这些材料放进来，加盐等调味料，还可以掺一些事前用的香菇粒、黄豆芽、高丽菜，来熬煮出鲜味的高汤来。素菜呢很少是用炒的，多半是用烩的方法，因为炒的时间短，比较不容易入味。在起锅前呢，我们来把它勾个芡。然后呢，再把它盛到碗里边来，撒上松子，清爽好看又可口的样子。哎呀，还蛮鲜美的嘞。我跟过去啊吃我们那个素食汤啊，这种素菜汤的那种感觉又不太一样。奇怪了，这里面加了什么呢？不对呀，怎么吃的好像有肉汤的味道，那味道很鲜的。哦，我想到了，这个在素食的领域当中呢，其实呢，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汤头的这个调味上面呢，这个尤其是特别讲究。那么，因为在动物性的这个肉质当中呢，含有一些不同这个不同成分的氨基酸，所以呢，这个汤头呢会有特殊的一个味道。那么有的很鲜，有的当然就很腥了。那么像这样子，一般我们在这种素材当中呢，要把它表现出来呢，不太容易。这可能呢就是师傅上面的匠心独具，要把所有的好汤头呢安排在这里头，你就可以品尝得到了。这道汤呢，的确呢吃出来有它独特的一个品味。当然呢，你又想到能够吃出健康概念来，更是想要把它多喝几口啊。接着呢，要跟大家来呈现的是前菜，是龙凤呈祥，
这是用糯米、西瓜还有蒟蒻做成的生鱼片的样子。准备功夫比较麻烦，首先呢，要先把糯米、西瓜掺水，然后用果汁机呢先把它打成泥。等到这些材料打得差不多了，再加入蒟蒻粉，再打一下，让它充分的混合均匀，然后呢把它倒到容器里面，这样子可以把它凝成带红色的蒟蒻块。另外呢，我们再准备白萝卜，把它削皮刨成细丝，这是要用垫底用的。然后呢，再把红色跟白色的两种蒟蒻分别再斜切成薄片，放在萝卜丝上面，点缀红花绿叶，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啊。好，再来呢，我们要跟您介绍的，我想您刚刚也看到了，这实在是很了不起。我们所有的厨艺呢，真的匠心独具呢，全部都在这里。因为呢，你没有想到沙西米居然也能够用这一些简单的这些蔬菜呢，把它做出来。你看到了没有？这个是蒟蒻做成的花枝片，这是用刚刚呢西瓜还有一些呢这个胶质所做出来的，这个是生鱼片。每一个看起来都栩栩如生。如果说您吃到的话，您一定会很有感觉。究竟呢像不像呢？要尝过才知道。好，这种呢沙西米的吃法比较特别，它把一般的瓦萨比呢再搭配一点点姜汁，这样子吃出来的口感呢，不知道究竟是如何。要吃过之后才知道它的感觉。好，我们来吃一块这个生鱼片。像这种生鱼片呢，在吃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特别的配合阿红今天要告诉您的一个口诀。人家说就是念力啊，念力呢真的会帮助您达成心愿。就是说您在吃的时候呢，您心里面呢一定要默默的念的，就是说像这个样的，活的，真的，这样越吃就会觉得很像的感觉。果真起来真的好像哦。好像真的沙西米啊，怎么会这么样特别呢？这就是口感上面啊，真的是非常接近那种 toro 那种黑尾雕的那种感觉。来，我们再来吃一块，这个是回滴啊，这个花枝的一个生鱼片。同样的，我们也要用对这个食物呢有相当的信念，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念力呢加持起来。活的。这个感觉又不一样，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孔甲苦蒟蒻啊，你看你真了不起吧？蒟蒻能够做出这样子的感觉，以后都不要用花枝，就用这种来吃，我觉得对我们环境啊，这种生态环境会有帮助。这一道菜强烈推荐，不错哦。接着呢，师傅还要为您准备的一道好菜，那就是法国的焗田螺。当然呢，不是真正的田螺下去做的，而是事先呢用酱料浸泡过，而已经入味很久的草菇来代替。少不了的还有一些 cheese 奶油。师傅呢要把草菇一个一个的放到焗田螺的器皿当中，然后呢再挤上一些 cheese 奶油，或者是用沙拉来代替也可以，把它送到烤箱里边来焗烤。等到呈现金黄色的时候，再放到烤炉，用小火来加烤个3-5分钟。一个个的草菇就像戴了一个小帽子一样，黄黄亮亮的，这样就可以准备上桌了。哇，实在是好过瘾哎！吃了这个前菜还有配菜，那么其实呢，说到这一道呢，大家对它印象都不感觉到陌生。西餐呢，真的就是西餐。西餐的样子呢，排场就是不太一样。不过呢，你不要误以为它真的是这个法式烤田螺，它呢是利用这个草菇呢去焗烤出来的风味。那么你知道菇类呢，在经过呢在这个烘烤呢这过程当中呢，会有特别的这个香味，再加上呢大师傅呢早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些田螺呢不要说田螺，就是说呢这些草菇呢这个烤鲜嘛，就是把它呢都已经入味过了，然后再用一点点这一些沙拉呢来让它去烤出特殊的一个香味来。吃过了才会知道，凡是走过呢都必留下痕迹，吃过呢才会一定给它肯定，所以呢一定要吃才会知道好吃的滋味在哪里。不逊给那个真正的烤田螺而且会有一种名牌的感觉。你在吃的时候，你马上就会联想到
有没有那个外双溪啊，还有那个阿妈骂你的那个牌子啊，你就会发觉到这附带价值就会提起好多。吃这道菜呢，你会联想到这是一种创意，它不是只是单单的只是素食的观点，而是告诉你借由一种返璞归真、一种回归自然的这种感觉，然后让你去尊重生命，这是一个很好。这道百合地针呢，是越南菜的做法，地针就是地瓜嘛，材料里边还有百合、法菜、丝瓜、香菇，处理上面要花一点点时间。首先呢，先把地瓜去了皮，来做成2只杯状的容器，然后呢，把整个内容呢，这个中心位置把它掏空，丝瓜削皮切成一段段的，然后百合和香菇把它切成条状。另外呢，还得加一点点素火腿丝，这些材料呢都放在地瓜盅里边，颜色非常的好看。然后再把它放到蒸笼，把地瓜整个蒸熟蒸软了，取出来。接着我们要淋上一些汤汁，加进调味料，这里面有法菜，另外还要再勾个芡，把浓稠的 sauce 浇在地瓜盅上面，这就是百合地针了。再来呢，这一道呢要跟所有的朋友来这个推荐呢。这个呢，算是这个百合地针呢。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呢，如果说您知道这个越南菜当中呢，有一道这样的一个式样，你下次你去观光的时候呢，就可以不妨来品尝品尝。不过呢，这个师傅呢，他很厉害的是，他把一些食材的这个风味呢，在经过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呢，让它融合在一起，然后再经过呢一点点那个芡汁的这个打芡呢，那这样子可以呢，让您吃出呢它特别的这种鲜美和口感。好，我们也来试试看。好巧的手艺啊！哇，这个味道很特别。我们一般呢吃烩菜啊，大家都吃过。不过呢，它的厉害就是它把地瓜呢成为一个像盅的东西，然后呢把它东西呢把所有的食材呢放在里面，但是在经过呢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呢，地瓜的这个甜味呢就跑到里面了。这样子呢就不用再加一些人工的这些甘味。这个就是它这个巧妙的地方，下次你在吃的时候呢，再注意一下。主菜压轴，这就是红莲蒸排，模仿西餐的铁板鸡排，做工更加细巧。材料呢是用大豆精致乳化而成的鸡肉浆。师傅呢是先用面筋掺水，放到果汁机里边去打碎，但是不必打得太碎，有点纤维，有点粘性就可以了。然后呢，再用手掌把这些纤维摊成一块块鸡排的样子。为了定型，鸡排还得用蒸笼先蒸个几分钟。这个时候，铁板先准备好，旁边已经摆上了红萝卜跟秋葵。首先起个油锅，把成型的鸡排炸成有点金黄色，然后把它沥去油分，放在一边来准备备用。最后一道功夫呢，就是做酱汁。用酱油、酒、牛排酱、番茄酱混合胡椒勾芡，来做成浓浓香香的黑胡椒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着动手做做看。烧热的铁板抹上奶油，鸡排把它放上去，再淋上酱汁，立刻呢吱吱喳喳的，这铁板鸡排就可以准备上菜了。哦，好戏呢，终于要上场了。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哇，怎么还会有这一种玩意儿啊？我真的是意想不到。在素菜里面呢，还有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鸡排要上场。那么这个鸡排呢，很特别的，它是把这个大豆经过精制啊，这乳化之后呢，做成呢像那个鱼浆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浆料，然后放到这个成型把它蒸过之后呢，然后呢放到这个煎盘上面呢，去把它煎出这个风味来。另外呢，再淋上特制的这个黑胡椒 sauce。所以说。素食呢，也可以呢非常尽兴的来享用西餐的这一种滋味。来，我们来尝尝。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真的有像铁板烧，让你在切的这个时候的那种拔丝的感觉。其实呢，每一道食物呢都有它的一个原创的意味，我们只不过是呢把它当作是一种艺术，供您来做呈现。当然，还有它值得在做法上面呢
供大家来做评鉴的地方。希望大家呢有机会的品尝的时候，不要忘了给这一些厨艺专家们呢更多的一些鼓励啊，给他们的一些好的一些建议或者是回应。我相信呢他们会再接再厉的。You got all the moves down. The best I. 在节目里面呢，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好吃的小吃，您究竟知道呢小吃是什么吗？其实小吃呢，就是属于在正餐以外呢，它比零食更具有特色的一种饮食文化。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呢，还要跟你介绍的另外一种呢，这个东西你会不会觉得很特别呢？也很熟悉。对了，它就是在农业时代呢，一般的家庭主妇妈妈们呢，她们要把自己做的这些手工的点心送到田里面去给帮忙的这一些种田的人呢，或者是给老公呢来享用的这个点心的餐盒。这种餐盒呢，除了有保温的功效之外，而且还有一种木头的香味，很特别，这是一种怀旧的感觉。其实人家说呢，懂得欣赏小吃的人呢，多半都是比较属于性情中人。希望你有机会跟着我一块去找寻台湾各地的小吃，让您能够吃出全台湾所有的温情美意哦。